拿着镐子在山间的小溪中持续输出，换来一顿味道鲜甜的螃蟹大餐。居住的房子内用专用的工具把地块夯实，浇筑上水泥使地面光滑平整，苍蝇停下来会溜倒。新的一天来临，赛迦穿戴上自己的装备，准备出门到山上的小溪中抓些河鲜来打打牙祭。已经几天没开荤了。到了林中小溪，赛迦拿着镐子开始挖掘小溪旁的石洞，沿着洞口的方向往里面挖掘。持续的一顿输出后，用手摸进浑水中探索石洞中的蟹老板。这次的发力没有白费，抓到了第一只个头还算不错的山蟹。体统继续的向着上游找去，赛迦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小溪的两旁挖掘石洞。由于山蟹一般都是在夜晚才会出来觅食，这个时间段一般都在石洞中或是大石头底下休息。当然，如果是下雨天的话，山蟹也是会跑出来寻找食物的。此时赛迦也只能靠翻石头挖石洞才能获取。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赛迦沿着溪流一路的抓下来，还是有着不少的收获。螃蟹的个体都还算均匀，也装有小半桶了。心满意足的赛迦返回农庄。回来后，赛迦在水龙头旁清洗一下身上的泥渍，把抓回来的山蟹都倒进塑料盆中，挑选一些活性较差的螃蟹放进铁锅中，先给自己来顿鲜美的螃蟹大餐，加上些许山泉水的铁锅放在火上煮着，折来几根带着叶子的树枝放进大铁锅中，作为螃蟹躲避的障碍物。接着把塑料盆中剩余的螃蟹倒进大铁锅中养着，等下次想吃的时候随时都能抓来享用。火上的螃蟹还没煮好，赛迦拿着玉米粒先给农庄内的鸡鸭们投喂上些食物，稍微的撒上几把就足够它们食用了。毕竟它们自己也能在这农庄内寻找些虫草吃，不用太过在意它们。等喂完鸡鸭，在锅中蒸煮着的螃蟹已经完全变红，赛迦把煮好的螃蟹倒在簸箕中的芭蕉叶上，然后在小碗中倒上些细盐，开始大快朵颐起来。野生鲜甜的山蟹唯一的缺点就是肉少了些，味道是 YYDS。 吃完螃蟹，赛迦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劳作，在自己住的房屋后面挖一条沟渠，防止雨天积水，把挖出来的泥土倒在房屋立柱旁或是睡觉的房间中。今天赛迦要把地面用水泥浇筑起来，赛迦用木材制作了一个专门用来硬化地面的工具，把地上松软的泥土夯实，接着在房子的立柱旁刨挖出一条浅沟准备浇筑，把早已准备好的水泥和沙子进行搅拌，加快速度的埋头苦干。今天要把地面浇筑完，赛迦在浅坑的底部铺上一层砂浆，不仅能充分的找平地面，也将大大的增加了整体的粘合性。等抹平之后，再把水泥砖一字平铺开来，砖块之间保留着均匀的空隙，填充水泥，能让砖的4个面充分的粘合，防止热胀冷缩造成砖块翘起或破裂。铺满了一圈，赛迦把水泥和沙子都拿到房内进行搅拌，不用再来回的搬运东西，方便接下来的浇筑。直接的用一根木棍把水泥均匀的平铺开来，然后用抹泥刀抹平就可以了。小家伙们还在努力的吸啄着乳汁，想着尽快的长大。经过1个小时的劳作，赛迦已经用抹泥刀把房屋内的水泥抹得非常平滑。新房的打造就此告一段落了。赛迦把刚买回来的植物种子放进簸箕中准备种植，来到猪舍后面把地上的泥土刨松，再添加上一些从野猪肚子中生产的纯天然有机肥，把植物的种子放进土壤中，盖上一层薄薄的松土，就此等待它们自己茁壮成长，开花结果。赛迦拿着水壶给前阵子种的蔬菜浇上生命的源泉。忙碌的一天就到尾声了。晚上带上头灯到山上小溪中抓捕山蟹，挖掘自己在原农庄中种植的芋头，山上砍伐棕榈树树心，拿到集市进行贩卖，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新一天的来临，赛迦用剩余的棕榈叶把猪舍的棚顶给铺设上，原本应该早就要铺了，实在是一个人忙不过来，等到现在才有时间进行铺设。而铺设猪舍的棚顶相对来说就简单了一些，不用再把棕榈叶分成2半，直接的把整块叶子放上去，再进行简单的捆扎，不必再像搭建房子时那么整齐的叠加了。如此也让赛迦更快的完成了铺顶工作。而后赛迦来到了原农庄的斜坡，采挖自己种植的芋头。野草茂盛的山坡上种植的芋头根茎不是很大，把埋在土中不是很深的芋头利用洛阳铲轻轻一挖就整个出来了。把芋头上的泥土掸去放进背篓中，虽然芋头的个体都不是很大，但有句话说得好，重量不够数量来凑。随着赛迦在地里不停的挖掘，背篓中的芋头也逐渐装满了。赛迦来到一棵阴凉的树下，把芋头全都倒在地上，给挖掘回来的芋头做个美容，拔去生长在表面的根须和外皮，让人看着更加的干净，也方便自己的出售。长时间的在搭建农庄，只有支出却没有收入，现在基本的设施都有了，也是时候来增加一些自己的收入了。背着满满的一篓芋头返回农庄，把芋头都倒在自己的屋外，只有单单一种商品还没到赛迦的预期。背着竹篓再次的来到山上，赛迦此次上山的目标就是棕榈树心。在越南，棕榈树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不仅能补充自身的营养，增强体质，还有利于改善消化功能，提高人体抵抗力，很受当地人的欢迎。赛迦把棕榈树的外表皮全部剥去，只留其白嫩的树心，如此就可以对外销售了。赛迦砍了2根树心带回去，先拿到市场试试反应怎么样。
后续将正式开启自己的盈利模式。两样商品还是不能让赛迦满意。到了晚上，带着头灯，赛迦又来到了上次捕捉山蟹的小溪。为了增加出售商品的数量，捕捉一些山蟹进行贩卖。当然，到了晚上也是捕捉山蟹的最好时机。一些在石洞中和石头底下的螃蟹都开始出动觅食了，要比在白天好抓多了。如果换作是你，是否有这样的勇气，一个人在漆黑的夜里来到山间小溪抓捕螃蟹？当然，一些资深的钓鱼佬胆子还是很大的，能坐在小土堆边钓鱼。小编是万万做不到的。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赛迦背着自己准备的货物来到集市，找了一个空位，把所有的货品都摆放出来供客人挑选。没多少时间，市场的人就逐渐的多了起来。赛迦的摊位上也围上了几个人询问价格。而这抓螃蟹的小子一看就知道有点不太聪明，居然在拿手指给螃蟹夹。这是来玩螃蟹的，顺便聊聊天上的经吗？赛迦也跟这小子聊了一会，虽然小编不知道他们讲的啥，但看两人聊天的表情，可能赛迦把这小子捧得有点高。最后这小子把所有的芋头给打包带走。当然，初来乍到的赛迦在遇到第一个大客户也是送了一根棕榈树心给他，而后一个穿着校服的小嫂子也买走了最后一根树心。摊位上也就只剩下2串螃蟹了。在等待顾客的时候，大家也跟着镜头逛一圈越南的集市吧。不多时，最后的一个买主也出现了，把赛迦所有的螃蟹都打包带走了。至此，赛迦出门第一次做生意也就完美落幕了。收拾完东西，背着竹篓返回，到了上次的面馆吃点东西，甜甜已经空荡荡的肚子。这么多人的店铺也算是老字号了。等吃完后，赛迦也就返回农庄了。农庄中的小野猪已经逐渐长大，开始在猪圈中到处乱跑玩闹。鸡笼上又迎来了新生命的降临，刨挖了半人多深的坑洞，收获巨型板鼠，采集各种野生的食材，下山到大街上进行贩卖，增加自己的收入。新的一天来临，一大早赛迦就来到了山上寻找今天要到街上去贩卖的食材。野草茂盛的丛林中，赛迦仔细地辨别着岩石边的藤蔓，寻找一种生长在山上称之为板薯的食材，而有的地方也叫它毛薯或是大薯。枯败的树旁一根没有叶片的藤蔓，在赛迦再三的确认下，放下了背在身上的竹篓，正式的开始挖掘。虽然藤蔓看着已经枯萎，但埋在地底的主根茎肯定还是完好的。而看这藤的粗细程度，在地底埋着的根茎也小不了。随着赛迦手中的洛阳铲一铲铲的下去，坑洞也逐渐被挖开，植物的根茎也慢慢的暴露了出来。在赛迦挖到半人深的时候，率先拿出了一根已经干枯的板薯。这棵已经完全老的变成了树根，这应该是最先长出来的那棵，经过几轮的生长，完全枯萎了，没有再利用的价值了。地底下还有新长出来的根茎。赛迦整个人跳进了挖出来的坑洞中，把地底的泥土扒开，随后拉着藤蔓把坑洞中的板薯整个提出来，最终洞底下的金块还是被扯断了。再次的入坑洞，把还埋在地底的板薯拿上来。巨型的板薯只要这么一颗就足够这次去街上贩卖的量了。当然，对于大自然的馈赠，赛迦还是非常感恩的。把板薯头上长藤蔓的位置砍下来一截，重新种植在枯树的边上，也应了那句老话，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以后还能来这里采挖。而后赛迦来到一片木瓜林，采摘一些较嫩的木瓜叶作为商品出售。是的，你没看错，在越南木瓜叶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食材，也有着一定的营养价值，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维生素，还有着补钙壮骨等作用。对于刚起步贩卖山货的赛迦来说，各种不同商品的出售能得到客户们的各种回馈，可以让赛迦知道哪种山货更加的受欢迎。了解了市场所需，就能投其所好，以此来提高自己的收入。现阶段越多的山货越能了解市场的所需。赛迦又来到芭蕉林中采摘一些芭蕉花，毕竟在这山上比较容易获取的山货还是这些植物，不用像捕猎那么麻烦，还需要靠运气。采集了满满一背篓物品，赛迦也就返回农庄了，给农庄内的鸡鸭喂上些食物。赛迦要抓上2只鸡出售，这次下去要买些米回来，挑选2只足够分量的鸡。赛迦背着全部的山货，手里提着2只鸡，向着山下走去。先是来到街上的一家饭店门口，刚放下东西，就围上来了一群大姑娘哄抢。当然，这也是因为赛迦卖的便宜才有这种效果。等这群大姑娘挑选完自己喜欢的食材之后，赛迦背着竹篓沿街进行贩卖。这已经不是等客户上门了，而是自己找上门。如果人家看到想买的，就停下来任人挑选。由于赛迦卖的较为便宜，在卖蔬菜的菜行也没有这种山上野生新鲜的食材，在赛迦刚放下竹篓，就会围上一群买菜的客户。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畅销的。等卖完所有物品后，赛迦来到卖粮食的店铺，买了一些大米回去。今天也算是较为顺利的一天，待下山的物品都销售一空了，背着买回来的大米回到农庄，在鸡笼上的鸽子巢中又迎来了小生命，也算是一件喜事。生着火，赛迦往大铁锅中放入2大碗的大米，给农庄内的动物制作营养餐。毕竟现在开始慢慢盈利了，是一件值得庆祝的喜事，动物们的营养也要跟上。等到锅中的水沸腾后，赛迦把磨好的玉米渣倒进大铁锅中进行蒸煮，
经过2小时的等待，食物已然煮熟，也冷却了下来。赛迦把食物倒进猪食槽中供野猪们食用。新生的8只小家伙都已走出了猪舍，到处乱跑撒欢。当然，此时的他们还是只能吸啄母乳，还没到吃粗粮的时候。赛迦看着自己养殖的野猪群，也是满心欢喜。趁着野猪们都在进食，赛迦来到猪舍中清理一下他们的排泄物，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环境。当然，这些纯天然的肥料，赛迦也不可能浪费，都产进塑料桶中。给自己种植在农庄内的蔬菜添加上纯天然的有机肥，加快它们的生长。忙碌的一天又将结束，农庄内的搭建工作仍在继续，准时的给动物们投喂食物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工作。为了农庄的运作，到山上采集新鲜的食材，背到集市中进行贩卖，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新的一天来临，赛迦在自己居住的屋旁搭建一个供自己烧火煮饭的厨房，提前的把材料准备好，现已经开始搭建厨房的主体框架。当然，地面也还是要用水泥硬化，也已经提前的把地基用水泥砖砌出了一个长方形的轮廓。搭建工作还是按照先前建造住所的方式进行建造，而厨房的面积相对来说要比住所小了很多，这也让赛迦缩短了建造的时间。在经过3小时不停的用钉子加固，厨房的整体框架终于是完成了。赛迦用竹竿把早已准备好的棕榈叶挑到厨房的屋顶上，准备开始铺顶。依旧采用铺设住所时的方法，把棕榈叶一张叠着一张有序地固定在房顶的底基上。这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一点都不难，就是比较耗费时间。等赛迦把房顶铺设完后，把多余垂下来的棕榈叶用刀割去修饰平整，让人看着也更为的漂亮整洁。之后把沙子和水泥都运到厨房内，准备进行浇筑地面。把沙子和水泥按照一定的比例混合在一起，接着加上一定比例的水进行融合。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实地操作还是比较耗费时间的。搅拌完水泥后，赛迦用一根笔直的木棍先把水泥均匀的都平铺开来，接着用抹泥刀把地面上的水泥刮平。赛迦在角落的位置留了一个圆形的烧火坑用来做饭。如此，厨房的主体结构算是完成了，只要再安装上墙面就可以竣工了。而由于农庄还要正常运行，搭建的工作也还需要停一停，贩卖山货来维持农庄的生意仍要继续发展。第二天一早，赛迦就来到了山上的芭蕉林采集芭蕉花，利用一根长竹子用力的一捅，长在枝头上的芭蕉花就能掉落下来。由于长有花蕊位置的根茎比较脆性，用力一捅就能直接的从枝头上掉下来，收集起来相对来说还是较为的容易。采摘了一些芭蕉花后，赛迦又来到了木瓜林，从挂满枝头的木瓜树上采摘一些成熟的木瓜作为商品带回去贩卖。当然，木瓜作为当地常见的果蔬，既能生吃，也可以把木瓜煮熟着吃，其所含的营养成分更无需介绍了。男人们都希望自己的女朋友多吃点，而赛迦也挑选了一只完全成熟变黄的木瓜品尝。作为出售的商品，口感还是非常重要的。有了2样贩卖的山货，赛迦在回去的路上又砍伐了一棵棕榈树心，毕竟前2次拿到街上出售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这次顺路既然见到了，那也把它带走，毕竟也能为自己带来些微薄的收入。商品收集完毕，赛迦背着满满1竹篓的货物往城镇方向出来。这次到了城镇，赛迦找了一处专门摆摊卖菜的位置进行贩卖，把所有的货品都拿出来摆放在编织袋上，可供顾客挑选。然而在这贩卖，赛迦也有着自己的优势，纯天然刚采摘回来的野生山货在别的摊位也是非常少见的。在等待了一会儿后，就迎来了第一位顾客。身材丰满的村花在赛迦的摊位上挑选了唯一一根又粗又长的棕榈树心。由于赛迦卖的较为便宜，村花也没有过多的讨价还价，直接掏钱给了赛迦。第一单刚结束，旁边同样卖菜的年轻小老板娘不堪摊位，就来找赛迦拉扯。同为生意人漂亮的小老板娘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开始跟赛迦讨价还价，要把所有的芭蕉花包圆了。常年在山上生活的赛迦哪能经得起这样的拉扯，很快就同意了，便宜卖给了年轻又漂亮的老板娘。付完钱捡到便宜的小老板娘开心地捧着战利品回自己的摊位了。往后赛迦将定点在这里卖食材，跟这小老板娘还有后续。此时摊位上就只剩木瓜和一根芭蕉树心了，木瓜的数量较多，要更多的时间等候才能销售出去。一旁同样摆摊的好心大姐拿来了煮熟的玉米，分给赛迦一根。而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人流不息，三两两的来了几批顾客，把赛迦摊位上的东西买走了一些，还剩下了几个木瓜。看时间也不早了，赛迦也就收拾着东西回去了。毕竟农庄内还有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动物等着他回去投喂。回来后，赛迦直接把玉米粒倒进食槽中投喂给鸡鸭们食用。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就没再把玉米粒碾碎了。等喂完鸡鸭，赛迦把昨天制作好的猪食也同样倒进猪食槽中。作为农庄内最值钱的存在，每天的喂养工作必须到位。再说还有着一只即将产子的准野猪妈妈和2只要给小野猪提供乳汁的猪妈妈呢。一天的时间就在这忙忙碌碌中度过了。山上刚采摘下来的野生芭蕉投喂给猪舍中的野猪妈妈食用，自己在原农庄种植的木薯也迎来了丰收。每天到山上挑选不同的山货进行采摘，运到城镇中贩卖，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新的一天来临，赛迦一大早就来到芭蕉林中砍伐一些已经成熟的芭蕉回去喂养农庄中的动物们，给动物们补充一些芭蕉所带的营养成分。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给农庄内的几头野猪妈妈食用。赛迦采集了3串成熟的芭蕉背回农庄，把已经成熟变黄的芭蕉采摘下来，放在铁盆中，准备给野猪们食用。首先，赛迦来到了2头还在哺乳期中的野猪妈妈的猪舍中，把成熟的芭蕉头喂进它们的猪食槽中。此时的它们营养必须跟上，这样才能给小野猪带来足够的乳汁。喂完2头母猪，赛迦把较为青涩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芭蕉头喂给猪圈中的野猪们食用。等喂完芭蕉之后，赛迦来到了山上采集今天要对外销售的商品。地处于热带的越南，山上有着非常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此次赛迦要在这片竹林中收取一些竹笋进行贩卖。茂盛的竹林中，在没有经过人类的开采，竹笋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而这竹笋属实有点老了，许多都长有1米多高了，只能砍伐其较嫩的笋尖作为商品出售。没用多少时间，赛迦就收集了1背篓的竹笋，找了一个较为平坦的位置，开始把采集回来的竹笋去壳，把竹笋根部较老的位置也都一并削去，把笋壳留在山上作为帆布给大自然的养料，也能减轻背回去时的重量。等把所有的竹笋剥完壳后，赛迦又回到了原农庄，这里是赛迦自己一点点亲手打造出来的，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房前为小慧种植的月季花正开的娇艳，充满了2人的回忆。赛迦来到自己种植木薯的位置，砍伐掉其茂盛的枝干，这次也要带一些回去贩卖。直接的用手抓住根部，用力一拔，就能把埋在土中的木薯整个从土中拔出来，非常方便收取。赛迦收集了满满的1背篓木薯后，又到芭蕉林收集树上的芭蕉花。这些天贩卖下来，芭蕉花作为商品里最为畅销的山货，还是要带上一些进行出售的。收集了足够的山货，赛迦踏上了自己的生意之路，来到昨天自己摆摊的位置，把所有的物品都平铺在编织袋上。而昨天跟赛迦拉扯的年轻老板娘搬到了赛迦的边上，由于这边的市场是可以随意摆放，只要谁来得早就能挑选自己想要的位置。赛迦要用的面积较少，就还是在原先的位置摆放着。由于赛迦的特殊性，路过的几辆摩托车都停了下来围观，开始聊起了天。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顾客逐渐就多了起来。对于赛迦便宜又新鲜的商品也是相当受欢迎，不多点时间就来了好几波顾客，买走了赛迦的一大半物品。眼看摊位上东西不多了，赛迦把东西收拾起来，要到上次招来一群大姑娘哄抢的饭店门口进行贩卖。刚来到饭店门口，把东西放下，大姑娘们都围了上来。这里的买主都是附近一些商铺的老板，对于年轻力壮的赛迦所带来的山货还是非常满意的，也很照顾赛迦的生意。短短10几分钟的时间，赛迦所带来的东西都被他们通通的清扫一空了。背着空空如也的竹篓，轻松的返回农庄。